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咱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拆解这一个一速的放四充140瓦的氮化镓4口充电头。前面所有的测试数据咱们都测出来了，还没有看测试视频的朋友们可以去我的主页看这一个充电器的详细的测试视频。在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我们这位老铁粉丝给我寄的这一个充电头过来，非常的感谢你。不知不觉的咱们这个频道已经更新了1年的视频了，这1年以来有了你们这些铁的粉丝一直对我的支持鼓励，还有你们的投币，咱们打心里的都是特别的感谢你们，没有你们也没有咱们这个频道的进步啊。咱们话不多说，拆解这个充电器，还有这一根240瓦的充电线。这种硅胶材质的扁线咱们还是一样的要做一个拉力测试，这种线材抗拉力的情况有可能它不如编织线材，咱们也要做一个测试，让大家心里面都有底。这种加宽的硅胶线它的拉力效果怎么样，我心里面也没谱啊。我们进行第一次拉力测试，我拉成这个样子了，它还没有断呢，硅胶都拉得发白了。大家看一下这一边，硅胶都拉了堆在这一起，一拿出来瞬间它就收回去了。这个硅胶的延展性太好了，我操！咱们做最后一次尝试，还拉不断的话，我们就直接把它剪开了。这一次已经断了，但是这个外皮还没有断啊，外皮都拉得发白了，听到了线断的声音。这根线材的拉力测试大家都看到了吧？这一头就是我们前几次尝试拉成了这个样弯弯曲曲的，不知道里面断没有，我们直接把它剪开。大家看一下这个线材啊，内部的硅胶很厚的，这是最后一次内部线芯断了，但是外皮的话还是好的，我们也从这里把它剪开，我们用刀片把它划开，内部的硅胶把这些线材全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看一下，这是我们第2次拉的时候确实是拉断了啊，里面的线这里拨出来断了一根，50多公斤的拉力拉成这个样子也算很不错的成绩了。像这种硅胶材质的线一般的都不会设置屏蔽层，因为这线材的柔韧性延展性太高了，设屏蔽层的话会非常的影响这个使用体验啊。正极和负极各用2根非常粗的线缆，这4根线分别是 CC 线和低加低减线缆。这就是这根线材内部的正负极线，剥开以后里面都是很亮的铜丝，有凯夫拉材质的抗拉纤维包裹在线芯内部。这是4根信号线缆，一样的用的镀锡线的铜丝，内部也有抗拉纤维。我们把这个数据线的金属外壳用切割机把它切开，这是拆下来了2个金属外壳，内部包裹这种半透明的白色塑料，因为这个充电的时候它内部有 LED 的灯亮起来的。底部防折断部分为黑色的塑料，咱们用力的扳一下，把这个 eMark 芯片给它拉下来了，镶嵌在这个白色的透明塑料上面。这根线材2端 PCB 各有2颗彩色的 LED， 这反面还有1颗，用这一颗4E型号 HT50 的3端线性稳压芯片给它们供电。这一颗就是线缆自带的1颗 eMark 芯片，被我拆下来了。4E型号是 332D， 来自成立于2015年一家专注于智慧能源控制技术的公司——深圳汇能泰半导体。这是一款用于电缆识别应用的 USB Type-C eMark 芯片，它符合 Type-C V 2.2 规范，也符合 PD 3.1 和 USB 4规范。内置 OTP 可以通过 CC 线进行编程。自带的增强型 ESD 保护系统可以大大改善产品的可靠性。这根线材我全部把它拆开了，做工怎么样？老铁们，你们说了算。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对这个充电头进行一个拆解。像这种正规产品，这个焊接是非常牢的，咱们用撬棒撬的话肯定是撬不开的，我们直接用切割机把它切掉，已经把它切的差不多了，我们用撬棒把它撬开。我们可以看到220伏交流电是通过一红一黑2根导线连接到主板上面。充电器内部采用的是全灌胶的工艺，我们用撬棒沿着4周把它挑回来一下，就可以把这个内部的主板模块给它拉出来。表面贴有紫铜箔进行散热，撕开这个白色的胶带，主板上面还有1根线连接在这个铜箔上面，应该是充当地线来使用的。铜箔的下面就是一层黑色的麦拉片做绝缘处理，内部全部被这种灰色的散热硅胶全部填满。大家看这一堆散热硅胶，就是我花了1个小时清理出来的。这内部还有很多的散热硅胶还没有清理完。再给大家强调一下，拆解充电器有触电的风险，
请大家不要模仿我们这些做拆解的博主。这种高压电容内部的电压可以达到300到400伏之间。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一个主板，然后我再把它全部拆解完，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个充电器内部的电路和元器件使用的情况。这个移速140瓦氮化镓4口充电器我已经全部分解开了，它内部电路采用的是 EMI 加 PFC 加 QR 加 SR 再加 MCU 控制3路降压4口输出的电路架构。这样说很简单明了，估计有很多铁铁不懂这些英文代码的含义，看我接下来介绍大家就明白了。这一次咱们介绍的风格会有点变化，不过每个器件的厂家咱们还是会继续介绍。我拆解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每一个产品的背后有多少默默无闻的元器件厂家。首先 EMI 电路就是电磁干扰抑制电路，是整个电源设计的第一道防线，负责滤除输入端的电磁噪声，确保设备符合 EMC 电磁兼容标准，同时保护后续电路免受电网干扰。保险丝东莞贝特电子932系列5安250伏慢熔断保险丝，这家公司成立于2005年，主要业务专注于电子保护元器件的研发与生产。这颗保险丝作为第一级保护元件，热敏电阻不知名，4亿型号 1.5D-11， 用于抑制上电时的浪涌电流。压敏电阻来自惠州松农力上电子出品的 VDR 品牌压敏电阻，这家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要业务专业生产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这颗压敏电阻用于吸收电网中的顺态过电压，如雷击或者是开关浪涌。第一级共膜电感与后面的 X2 电容组成 EMI 滤波网络，抑制电源线上的共膜噪声，通过磁芯的插膜抵消特性，减少高频干扰向电网传播。安规 X2 电容来自东莞晨曦电子的产品，规格是 0.33 微法310伏。这家公司成立于2010年，主要业务专注于安规 X 和 Y 电容、薄膜电容的生产。这个电容与刚刚的共膜电感配合，构成低通滤波器，滤除输入端的高频插膜噪声。第二级共膜电感进一步增强共膜噪声的抑制能力，由于尺寸更大，电感量和滤波频率范围更低，能有效的阻挡残余的高频干扰，确保整流前的信号更干净。第二颗安规 X2 电容也是东莞晨曦电子的，规格 0.22 微法310伏，与第二级共膜电感组成第二级滤波网络，进一步衰减高频噪声。贴片整流桥来自重庆平尾实业，规格8安耐压1000伏，用了2颗。这家公司成立于2007年，主要业务生产整流桥、二极管、MOSFET 等功率半导体器件，2颗并联使用，均摊发热，负责将交流电整成脉动的直流电。这一颗滤波绕线电感位于整流桥后，作为低通滤波器，平滑脉动直流电，去除整流后残余的高频纹波，为后续 PFC 电路提供更稳定的直流输入。2颗安规 X2 电容来自东莞杰维电子出品的 0.58 微法和 0.47 微法各1颗，耐压都是310伏。这家公司成立于2006年，主要业务生产薄膜电容、安规电容。这2颗电容与滤波电感配合，进一步滤除整流后的高频噪声，提升直流输出的纯净度，为 PFC 电路提供优质输入。充电器的 PFC 功率因数校正电路紧接在 EMI 滤波之后，负责将整流后的直流电调整为稳定的高压直流，同时提升功率因数，减少电网谐波干扰。PFC 控制芯片来自安森美半导体的 NCP1623 4亿型号 UPD-RVC。这家公司成立于1999年，前身为摩托罗拉半导体部门，主要业务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供应商，专注于电源管理、模拟 IC 和传感器。这是一款高性能临界导通模式 PFC 控制器，它控制 PFC 电路的开关动作，
通过检测输入电压和电流波形，驱动 PFC 开关管实现升压直流电，优化功率因数接近1，同时减少谐波失真。这一颗 PFC 电感是升压型 PFC 电路的核心储能元件。当 PFC 开关管导通的时候，电感就存储能量；开关管关断时，释放能量，并通过整流管升压输出至后续电路。旁路保护快恢复二极管4E型号 S5MB 用于吸收浪有电压或反向电流，保护 PFC 开关管和控制芯片免受顺态冲击。2082电流检测电阻适时监测电流大小，用于过流保护和开关控制。PFC 开关管来自上海维安半导体4E型号 WML25N50C4， 公司成立于1995年，主要业务专注于功率半导体器件研发与生产，包括 MOSFET、TVS 保护器件和模拟 IC。这个 NMOS 的规格是耐压550伏，内部导阻 0.125 欧，最大漏极电流23安。PFC 整流超快恢复二极管来自江苏捷捷微电子4E型号 11R1006V， 规格10安600伏。公司成立于1995年，主要业务专业生产功率半导体器件，包括二极管、晶闸管和保护器件。这颗二极管负责将电感释放的能量整流为稳定的高压直流输出，其快恢复特性减少开关损耗，确保 PFC 电路高效运行。高压滤波电解电容来自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 WH 系列氮化镓充电器专用标准电容器，规格100微法420伏。公司成立于2003年，主要业务专业生产铝电解电容，包括高电压耐高温 DESR 系列。这个电容作为 PFC 输出电容，平滑升压后的高压直流，去除整流纹波，为后续 QR 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输入。充电器的 QR 准谐振反击电源电路紧接在 PFC 输出之后，采用准谐振 Flatback Top 将高压直流电转换为低压直流输出。充电器 QR 主控芯片供电电容来自深圳裕光电子，规格10微法，耐压100伏。公司成立于2008年，主要业务专业生产铝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QR 反击电源主控芯片同样是来自安森美半导体4E型号1342，实际型号 NCP1342。这是一款高性能准谐振反击控制器，负责驱动后面2颗氮化镓功率芯片，实现高效开关控制，支持宽输入电压，并调节变压器输出电压电流来适配系统需求。芯片内置保护功能，确保电路稳定。氮化镓功率芯片2颗来自纳威半导体的 NV6123， 公司成立于2014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主要业务专注于氮化镓功率器件研发。产品包括氮化镓开关管和集成驱动 IC。2颗 NV6123 氮化镓功率芯片规格都是650伏，内部导阻300毫欧。作为 QR 反击电路的主开关管，由 NCP1342 驱动，控制变压器初级侧的高频开关。变压器初级侧5个端子包括主绕组和辅助绕组，次级输出2个端子将 PFC 输出的高压直流电降压并且隔离，通过准谐振模式优化效率，输出电流给 SR 电路。变压器初级侧漏感尖峰由4In S5MB 的二极管、4In 330贴片电阻、白色的 MLCC 贴片电容组成 RCD 尖峰吸收电路，确保氮化镓芯片的安全。充电器的隔离电路位于开关电源和同步整流之间，主要通过光电耦合器和安规 Y 电容实现初级侧和次级侧的电气隔离，确保安全并传递反馈信号。光电耦合器有2颗，这里有1颗，这里有1颗，来自台湾亿光电子的 EL1018， 公司成立于1983年，主要业务全球领先的光电元器件制造。产品包括 LED 红外元件、光电耦合器和光传感器，主要作用将次级侧的输出电压电流信号反馈给初级侧的主控芯片，调节占控比，还有传递过压、过流保护信号，确保系统的安全。安规 Y 电容一共用了2颗，有1颗是安装在下面这个位置的。这颗蓝色的安规 Y 电容也是来自东莞晨曦电子，规格是680匹法400伏。另外这一颗贴片式安规 Y 电容来自四川特瑞祥，规格是1500匹法，耐压400伏。公司成立于2014年，主要业务生产陶瓷电容、安规电容和高压电容。2颗安规 Y 电容跨接在初级侧和次级侧的 GND 之间，作为 EMI 抑制元件，它滤除初级间的高频共膜噪声，防止干扰传输至输出端。充电器的 SR 次级同步整流电路位于 QR 反击电源的次级侧，
通过同步整流技术替代传统的二极管整流，提升效率并输出稳定的低压直流电。同步整流控制器来自深圳华源智信半导体，适应 913B， 型号 HY913B， 公司成立于2012年，主要业务专注于电源管理 IC 和模拟芯片的研发与生产。这是一款高性能同步整流控制器芯片，负责驱动2颗后面的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它检测变压器次级绕组的电压波形，精确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时机，替代传统二极管的整流，减少导通损耗。同步整流 NMOS 开关管来自广东力宏微电子，适应型号 LH070N120， 用了2颗并联，减少热损耗，提高效率。公司成立于2010年，主要业务专业生产 MOSFET 的 IGBT 和功率模块。这家公司官网没有规格书下载，可以查到这个管子的规格是蓝牙120伏，内部导阻 7.2 毫欧，最大漏级电流100安培。次级输出滤波电容跟主滤波电容一样，来自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的长寿命固态电容 PZ 系列，规格是1000微法，35伏，用了2颗，总容量的话就是2000微法。充电器的输出电路采用的是1颗 MCU 控制3路降压电路，为3个 C 口1个 A 口提供灵活的功率分配，协调整体工作。3路降压电路负责将同步整流输出的直流转换为 PD 协议所需要的电压。充电器 MCU 控制芯片来自深圳星海科技，适应型号 38F20， 公司成立于2003年，主要业务专注于高精度 ADC MCU 和电源管理芯片的研发。这是一款集成12比特 ADC 的8位宽电压 MCU， 内置了 16K 字节的 Flash 程序存储器，在这里作为整个充电器的大脑，负责协调3路降压电路的功率分配、协议切换和保护功能。C1 口降压电路的协议芯片来自上海昂宝电子，适应型号 OB2623， 公司成立于2005年，主要业务专业生产电源管理 IC， 包括 AC-DC 控制器、同步整流芯片和快充协议芯片。这是一款支持 PD 3.1 的快充协议芯片，负责 C1 口的 PD 通信和电压电流协商，与 MCU 协作，通过 CC 线与设备握手，支持最高28伏5安140瓦输出。C1 口降压电路输入和输出端都是采用的 MLCC 电容，各用1颗。同步降压控制器芯片来自无锡新潭微电子，适应型号 NDP1415， 公司成立于2016年，主要业务专注于电源管理芯片和模拟 IC， 产品包括 DC-DC 控制器、LDO 和 MOSFET 驱动器等。这是一款同步降压控制器，驱动2颗开关管，将次级输出的直流降至 C1 口所需的电压。同步降压 NMOS 开关管也是来自广东力宏微电子的，适应型号 LH80N06C， 2颗组成半桥拓扑，官网查到的规格是蓝牙60伏，内部导阻 6.8 毫欧，最大漏级电流80安培。这一颗绕线电感是 C1 口降压电路的储能元件，它与半桥 NMOS 开关管配合工作。输出滤波电容也是用的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出品的 PZ 系列固态电容，规格是220微法，蓝牙35伏。输出 V-Bus 开关管也是用的广东力宏微电子出品的适应型号 LH100N04， 官网查到规格是蓝牙40伏，内部导阻 3.7 毫欧，最大漏级电流100安培。作用是负责 C1 口电源开启和关闭输出，并在过流或短路时快速切断，保护设备和电路。2065贴片电阻用于 C1 口电流检测。C2 口降压电路协议芯片来自珠海智荣科技，适应型号 SW3516P， 公司成立于2014年，主要业务专注于快充协议芯片和电源管理 IC 的研发。这是一款高集成快充协议芯片，支持丰富的各种协议，负责 C2 口的电压电流协商与 MCU 通信，通过 CC 线与设备握手，输出20伏5安，最高100瓦功率。降压电路的输入输出滤波也是采用的 MLCC， 各用2颗。同步降压开关管也是来自广东力宏微电子的 LH042N04 和 LH80N04 组成半桥拓扑，这一颗规格是蓝牙40伏，内部导阻 5.5 毫欧，最大漏级电流55安培。下面这一颗规格是蓝牙40伏，内部导阻8毫欧，最大漏级电流80安培。这一颗绕线电感与开关管配合存储和释放能量。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也是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出品的 PZ 系列固态，规格也是一样的。这一颗 R005 用于 C2 口的电流采样检测， C3 口和 A 口降压
电路协议芯片跟前面一样的，用的珠海智荣科技的 SW3516P， 同时控制 C3 口和 A 口的协议协商，支持丰富的快充协议，与 MCU 协作，动态分配 C3 口和 A 口的功率，确保总功率不能超过设定值。降压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也是采用的 MLCC 电容，一共用了3颗。同步降压看控管也是广东力宏微电子 LH042N04 和 LH80N04 组成半角拓扑，规格跟 C2 口用的是一模一样的。绕线电感与开关管配合，存储和释放能量。2个充电口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也是湖南益阳万金源电子出品的 PZ 系列长寿命固态电容，规格也是一模一样的。C3 和 A 口的 V-Bus 开关管也是来自广东力宏微电子出品的4音型号 LH3020， 这是一颗双 NMOS 开关管，规格是耐压30伏，导阻11毫欧，最大漏级电流30安培。2颗 R2005 贴片电阻分别用于 C3 和 A 口的电流检测。这个是充电器的折叠插脚，采用这种透明的塑料，用2颗螺丝进行固定。内部的弹簧压片采用的是不吸磁的材料，插头的话更加不用说了，也是不吸磁的铜质材料。壳体上面没看到有 PC 阻燃材料的标识，我们后面做燃烧测试。充电器的3个 C 口，1个 A 口，内部的舌片都是橙色，做工细节的话都是很不错的。老铁们，这个移速140瓦氮化镓4口充电器我介绍完了。内部电路5段式设计 ，EMI 滤噪声 ，PFC 调功率 ，QR 变低压 ，SR 整流提效，最后由 MCU 控制3路降压，分给3CEA 4口输出。从东莞贝特电子的保险丝到星海科技的 MCU，30多颗元器件，大厂小厂一起上，就像安森美的 PFC 芯片和 QR 主控，纳威半导体的氮化镓开关管，国产力宏微电子全套 MOSFET 等等。不过测试的时候 C1 口9伏档位超200毫伏的国标，其他档位都正常，应该是个个别现象，铁铁们注意一下。详细的测试视频在我频道主页，还没有看的老铁可以去看一看。喜欢咱们频道的、喜欢咱们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谢谢大家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